近段时间，欧洲局势突然进入剑拔弩张的态势。尽管一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就一直频繁地在欧洲同俄罗斯叫板，但是总体来说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可控的局面下。但是日前这一局面似乎突然急转直下，战争风险高悬。据海外网最新报道称，日前包括美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自6月28号起将在黑海海域举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军演活动。期间参演的32个国家将会派出约5000名士兵、30多艘舰艇以及40多架军机。另外，更加令人担忧的是，这样一场规模庞大的演习活动将持续整整2周。不难想象，这样的一场军事活动是直接冲着俄罗斯来的。从表面上看，是美国率领31国在黑海海域举行军演活动，但是在俄罗斯看来，这更像是美国率领多国在海上对俄罗斯进行军事围堵。早在演习开始之前，俄罗斯方面就曾呼吁美国方面打消掉这次军演的想法，但是结果并没有。那么，在警告劝说无用之后，俄罗斯下一步又该怎么做呢？据报道介绍称，为了回应美国的军事围堵行动，俄罗斯开始在克里米亚半岛进行相应的军事部署，包括部署以 S-400 为代表的一系列防空导弹系统，以及一定数量的轰炸机、战斗机以及直升机等。可以说，在敌对双方武器装备整装待发的情况下，美俄在演习期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更何况前段时间小弟英国仗着有美国老大哥的撑腰，就公然越过俄罗斯边界对其进行挑衅，这一挑衅举动本就激怒了普京。那么现如今美国又带领多国再次来到俄罗斯家门口挑衅，这无疑是再一次挑战普京的底线。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之所以做得这么绝，并不是因为俄罗斯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俄罗斯的存在本身对于一心想做世界霸主的美国来说就是错误的。因此，这才有了美国大费周章的拉拢别国围堵俄罗斯的这一幕幕。和俄罗斯有着类似命运的还有我国。在美国看来，中国甚至比俄罗斯更具威胁性。那么可想而知，美国对待俄罗斯残忍的地缘政治手段，势必也会在今后用来对付中国，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和围堵俄罗斯一样，美国目前也正在拉起印太围堵的大幕。在认清美国的这一点手段之后，中国已经不能再选择坐以待毙了。除开加紧壮大自身外，中国还应该在必要时出手拉俄罗斯一把。因为古人早就有言，唇亡齿寒，只有中俄联手才能力破美国的霸权图谋。日前G7峰会以后，7国的联盟也算是有名无实，毕竟人心不齐，终究难成大事。所以现在基本上G7已经不是对中国最大的威胁。不过美国针对中国的心思却依然没有消失，这次甚至还另外在中国周边拉下了下一个7国。美国最近在中国周边除了自己搞小动作以外，依然没有放弃拉拢盟友。不过这一次却没有了英法，毕竟英国航母现在到南海还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呢。法国更是只出工不出力，所以这次美国又拉拢了新的盟友。据媒体报道的消息，美国先是和菲律宾敲定了价值28亿美元的军售，然后又再次敲定了和印尼在南海和马六甲海峡交汇处共同建设军事训练基地。也就是说，这就相当于是美国在中国周边又开了一个基地针对中国。其次，在拉拢了印尼和菲律宾以后，美国再次挑拨印度继续针对中国，比如美媒用消息人士做新闻源报道印度在中印边境增兵5万，而且目前已有20万兵力驻守在边境的消息一样。当然，也有印度高官公然叫嚣，印度已经做好了与中国开展战略竞争的准备。再则，在这样的时候，韩国也掺和了一脚，宣布韩国海军将会在下月中旬参加美澳联合的军演活动，甚至还没公开宣称这是为了牵制中国。而最近日本又开始搞小动作了，不仅拟增加军费，还公然宣称是为了应对中国，遏制中国军事力量增强。如果再加上美澳2国，那么排除英法，美国这回又凑齐了7个国家联手针对中国。虽然其中印尼想保持中立，但是和美国建立军事基地就已经偏向了美国，毕竟基地的地址可算是十分敏感。反而是菲律宾，不能说一定就是帮着美国的，但是作为墙头草两边倒，在美国有利益的时候，菲律宾绝对不介意站美国那一边。就这些消息来看，美国这回来势汹汹。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直接宣布了一个重大消息，那就是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可谓是资越少事越大，这根本就是直接用行动告诉美国，
有一个强大的盟友，就足以匹配美国拉出来的虾兵蟹将。最后，有国人也对此表示，对于美日印澳的动作，中国唯有一招可以解决，那就是打得这些人疼到怕了。只有这样，这些国家才会知道中国是不可挑衅的。当然，这话是有些过于热血，毕竟中国向来提倡能和平解决的问题绝对不用武力。当然，不能的话，中国自然也不介意用武力的。在6月29日，美媒彭博社报道称，中印边境问题再一次开始升温。印度抓紧争取的和平时间，修建完成12条战略通道后，快速向前线集结了至少5万部队，前线的战斗部队规模达到了罕见的20万之多。而为了更好地分配和指挥这些紧急调集的部队，印度国防部开始对前线的部队重新改组。综合印度防务网站印刷报和印度力量的消息，印度准备将第1集团军和第17集团军的部分骨干成员抽调大部分填充进拉达克一线，而这2支集团军是专门为山地作战训练，山地装备也是印军中最豪华的存在。外界普遍认为，这2支集团军就是为了应对中国而建立的。除此之外，印军为了尽可能调集精锐部队在拉达克前线，还可以削弱了克什米尔地区的防御部队，抽调2支步兵师，加入1支驻扎在拉达克地区的第14集团军，仅保留1个装甲师在克什米尔地区。在原本的布置中，印度在东侧边境地区，也就是东北邦和西金一线，分别部署了第33集团军、第3集团军和第4集团军。而因为当前中印关系的变化，印度从山地打击军第17集团军中又额外抽调了2个师，部署到西金一线的防线，充当机动部队。印度军事专家帕文汀索内就刊文指出，从近期的一系列情况可以看出，莫迪当局在今年2月25日宣布撤兵，不过是为了寻求暂时的缓和，方便自己进行后续部署，根本无意求和。如今，通过重整丝路大军的方式，也透露出了莫迪自己的一些政治意图。一方面，当前印度社会矛盾被疫情彻底激化，新德里没有别的手段来缓和这种矛盾，只能用战争手段达到宣泄社会积攒的怒气。另一方面，通过大张旗鼓的整顿，向印度社会宣布自己的军改成果，表达自己强硬态度的一种手段，稳定后疫情时代自己的国内地位。有分析人士指出，战争机器已经被莫迪启动，在未来的边境对峙中，前线部队是否会因为一些激进指挥官想要谋求战功，而让紧张局势爆发突变，已经无法控制。而莫迪这种不负责任的政治手段，也势必会让中印之间充满不确定性，中国必须保持警惕。早前，美国针对中俄的动作还算得上是一举一动都是轮着来的。在中国搞事的时候，必定会先稳住俄罗斯；对俄罗斯搞事的时候，就放缓针对中国的策略。但是近日，美国的动作却越来越大，还正是两边布局，同时针对中俄，这是打的什么主意？美国牵头举办的海风联合海上演习，在周一的时候正式开始了。据媒体报道，此次参与的总共有32个国家参与其中，派出5000余名士兵。而美国更是派出了神盾驱逐舰和海军陆战队，可以说这回真的是兴师动众，而且演习位置更是十分敏感，紧邻克里米亚的黑海。作为美国针对俄罗斯最重要的地点之一，美俄在黑海开火的次数可就难以数清了。而且就在前几日，英国军舰还直接从黑海进入了克里米亚，并且深入克里米亚领海3公里之处。虽然之后被俄罗斯直接火力驱逐，但是随后爆出了英国机密被泄露一事，让这件事再次蒙上阴影。如今，美国联合30余国在黑海围堵俄罗斯一事，让人不得不怀疑这2件事中间或许有什么关系。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这回不仅联合了这么大支队伍在围堵俄罗斯，也没把中国给落下。日前，俄罗斯总参谋部军事情报局，也就是著名的格鲁乌，就披露了一则重大消息：美国为中国准备了一支40万人的部队。美国在南海一直以来动作就没断过，也经常说要将其他地方撤出的兵力部署到中国附近，但这一切零散的数据都没有这俄罗斯情报局统计出来的数据来的震撼。从这2条消息来看，美国一边联合32国针对俄罗斯，一边派出40万大军针对中国。美国这打的主意无非是不想在时时刻刻担心中俄超越自己，想要把世界格局来一次大洗牌，酝酿第3次世界大战。当然也有可能是想给中俄增加压力，拖缓中俄联合。对此，就像是有国人说的，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中国必须尽快突破围堵，加强双方关系，让美国的计划落空，在有余力的时候，或许还可以对其进行强力反击。所以就目前消息来说，中俄已经公布了将中俄睦邻友好协定延期，这已经加强了中俄关系，之后就是打破美国的围堵了。
而俄罗斯行动力是相当优秀。在美国联军看到黑海后，俄罗斯立即在克里米亚测试防空系统，并且还公布了此前试射最新型弹道导弹成功的消息，这足以让美国带领的32国心惊胆跳，就怕俄罗斯什么时候炸到自己身上。所以如今就等着解放军这回如何破局，是否能够一举镇压美国蠢蠢欲动的小心思呢？